西北大战罗永浩应该说是偃旗息鼓，暂时告一段落了。我看最新的消息啊，就西贝的老板贾国龙清空了他所有社交账号中间的帖子啊，我估计真的去反省了。说心里话，我还挺怀念那个桀骜不驯的贾国龙的。那当时就说生意都不做了，也要辨个是非，就是要起诉罗永浩。现如今呢，什么罗永浩的菜单啊也都下架了啊，然后现在很多西贝的这些门店呢，据说有的都关门了，你看损失多惨重啊！我觉得西贝的老板贾国龙啊，有一点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危机公关的过程中间，他错误的跟公众的情绪对立了。他其实表面上是攻击罗永浩，实际上是攻击所有公众的情绪。那么在危机公关过程中啊，公众的情绪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呢，你在做这个公关过程中间呢，你不能直接跟公众的情绪对撞，否则那就是灾难级的。应该说啊，西贝的这次啊公关灾难，给全国的所有的这些服务性的厂商啊，说是上了一课。但今天啊，我不再想讲啊西贝跟罗永浩的是非啊，我想讲这个西贝大战罗永浩过程中间所引发的一个次生新闻。这个次生新闻呢很有意思啊。就9月14号的时候，这西贝跟罗永浩啊，这正在这个战事正酣的时候啊，上海有一批中学的家长们啊，就在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发帖子啊，就纷纷要求西贝啊到上海来接管上海学生的餐饮。那你觉得很奇怪了啊？那当时西贝啊，被人挖出来后厨里头都是2年的冷冻菜花，2年的什么虾仁儿，然后还有隔夜的煮的那个骨头给这个客人吃。就这，上海市的那些中小学生的家长们说啊，欢迎西贝到上海来给中学生、小学生来做饭。为什么呢？因为这帮家长啊，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9月14号这一天啊，就上海有些家长就发现，他们的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啊，中午吃的那个叫虾仁炒蛋都是臭的。有些学生啊，吃完之后就吐了。到9月15号这天依然如此，这下家长就炸了啊！因为从今年9月份开学之后啊，很多上海市中小学生的家长就抱怨说，这个学生吃的这个饭普遍吃不饱，然后呢还有很多油炸的食品，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僵尸肉。那么9月14号、9月15号这2天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成了大家情绪爆发的点。于是有些家长就号召说，干脆让西贝来给我们来做学生的餐饮吧。那预制菜也比那个现在做的强啊。我们不是预制菜，预制菜国家是有严格的定义的。那事情出来之后呢，人家那个上海市的供餐的集团这家企业呢叫绿捷。绿捷的9月16号这一天的时候就说啊，他说好像是啊，我们15号这一天呢，这供的这个蛋炒虾仁中间啊，好像有一些是个肠衣外泄。那虾嘛都有肠衣嘛，是吧？然后呢里头有些泥沙，所以他们给这个上海市的学校啊，那天一共供了221所学校，其中呢有161所啊，当时他们就集中把这些虾仁给下架了。所以那一天中午啊，有些学生啊就没吃中午饭，学校给他们发的是面包啊、饮料啊，但是家长们不干呢。当时有些学生说，因为他不是还有50所学校已经供餐了吗？供餐的学生就说，那虾仁臭不可闻，明显就是臭的，坏了。所以这些家长们在网上就群情激愤呢，这件事情就形成了舆情。你想想，西贝已经臭大街了，这些家长们还欢迎西贝到上海市给学生们来做餐饮，那这事情不就变成了一个次生的新闻吗？那么9月18号这一天啊，上海市的教育局就行动了啊，说接到了很多家长的反映，现在上海的中小学生的供餐有问题，于是他们就组织进行了调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食品的样品拿到了啊，说1个星期之内会出检查的结果，大家稍安勿躁，等待这个结果啊。但是这个家长们的情绪啊还是没有终结呀。你想想那个时候罗永浩跟西贝之间不是那个进行的如火如荼吗？预制菜啊各个方面讨论呢，这家长们就不依不饶。同时呢，有很多上海市的家长们也包括一些学生啊，就在网上曝光上海市的中小学生的供餐。我看了有些图片啊，确实挺恶心的。有一个学生就在那说，他说你看这东西是形状像什么？那底下人就回答说像大便。另外一个人就说，你看这虾能吃吗？就旁边就那一个餐盘里头啊，有个西红柿炒蛋，那西红柿炒蛋一看确实是很难吃啊。旁边那虾，那有人说了，你看这虾，这是慈禧太后当时吃剩下的，给挖出来了给我们吃，能吃吗？大家这个怨声载道啊，就这个情绪呢也是越积累越严重。
到了9月23号这一天啊，风云突变，就上海市的有关部门啊，联合调查组公布了一个公告。这个情况通报里头啊，这个信息就特别有意思了。这个公报里就讲，他说9月15号，据这个绿捷公司自己交代，当然他交代也不是像人家那个公安机关交代的啊，说他们自己的经理啊，在静安寺的一个学校那个供餐的中心里头啊，解冻虾仁的时候，发现这虾仁里头有虫。那人家很负责啊，说这个虾仁啊，一共只有3箱，加起来18公斤，马上就命令这161所的学校紧急把这个蛋炒虾仁啊全部下架了。下架了之后呢，他本着负责的精神啊，把这些蛋炒虾仁全部销毁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有关部门就检查了，说这批虾仁啊是从南美进口的什么一个冰冻虾仁，各个方面手续都合格啊，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的。保质期多长时间呢？保质期2年。你瞧瞧，人家上海市那些家长为什么请西贝来呀？西贝的那些不就是保质期2年吗？还有西贝的那个西兰花不也保质期2年呢？我猜测啊，搞不好这背后的供餐公司啊，就是原料供应公司都是一家。所以你看人家上海市的这家长们呢，请西贝来，人家是有道理的啊。紧接着这个情况说明又讲了，说检测了这同一批次的这虾仁，各个方面的指标都合格，比如沙门氏菌呢没有啊，沙门氏菌就是你肯定是没有大便污染嘛，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链球菌呢，也都是完全合格的啊，都是不存在的。紧接着这里头有个氨基氮，氨基氮这个指标呢，大概100克呢含有7毫克。氨基氮这个指标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食品的新鲜度的指标。按照国家的规定啊，你100克中间是30毫克，这是一个合格的指标。人家只含有7毫克嘛，那是说明还挺新鲜的啊。但是我也请教了一些食品界的专家，他们说这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啊人们的这个口感，因为这个人的口感啊比这个检测仪器灵敏。你虽然是7毫克，但是你可能吃的时候就已经臭了。所以这可以解释9月14号、9月15号上海市很多中小学生吃蛋炒虾仁的时候感觉到臭，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样，从检测标准来看，人家完全都是合规的。第3个信息就是上海市公安机关已经就这件事情立案了，就把这个绿捷有关公司的人给控制起来了。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情况通报的时候，我就有点狐疑。为什么狐疑呢？你想想啊，你现在检测的结果都正常，既然都正常，你为什么把绿捷这食品公司的人给抓起来呢？那不太正常。那这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你9月14号、9月15号供餐的那批东西里头，确确实实有问题。他自己不是交代了吗？说里头有虫啊。这里面有虫啊，又有2种可能，一种就混进去了，对不对？那这虽然说那个冰冻的虾仁啊，保鲜的还挺好的，也挺新鲜的，也没腐败啊，但混进去虫子了，那你这个中小学生的餐饮里头，那经常还能把老鼠混进去变成鸭脖呢，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混进去虫子嘛，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东西真腐败了，已经烂了生虫子。但是呢，9月14号和9月15号那批次呢，被绿捷公司给销毁了。所以等到公安机关介入的时候啊，再去检测的时候，已经是新的一个批次了。你再检测的时候，它已经不腐败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合格了嘛。那只能是这2种可能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份情况通报所显示，公安机关并没有掌握绿捷公司它实质的犯罪证据，但把人就给抓起来了。那么他这个立案信息里头就讲说涉嫌隐瞒食品相关信息，把他抓起来了。这就比较令人蹊跷了啊！我左查右查中国的食品安全法，我也请教了中国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啊，咱们国家真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隐瞒食品相关方面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件事情没有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啊。你9月14号、9月15号，了不起有些学生觉得这个蛋炒虾仁臭这东西那不能成为犯罪理由，吃臭豆腐还臭呢。人家是蛋炒虾仁里头给你掺点臭豆腐呢，王致和呢给你掺点，对不对？那你觉得臭，那就能把人抓起来吗？这不成为理由。食品安全事故也是有标准的，比如说吃完之后，有些学生当时就不行了，就肚子就疼了，对不对？然后送到医院里头腹泻这个住院了，这叫食品安全事故。你只是闻着臭，这不能叫食品安全事故啊。
只是隐瞒了食品安全信息，就是进了一个虫子。人家说了啊，进了一个虫子，结果呢，这个东西你就把人抓起来，这非常蹊跷。据我来看，这完全不符合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是不是上海市的公安机关呢，在侦查绿捷公司的过程中间，的确发现了比较重要的犯罪事实啊？但是现在又没有向公众公开呢？那也存在这种可能性，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只能等待啊，那进一步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啊。那么就在同一天，人家绿捷公司啊，人家公布了一个声明，这声明就2句话，说对这个学生和家长啊表示歉意，对有关部门的调查啊，人家完全配合且接受。有人就说了，你看这个致歉声明多牛啊，比西贝还牛啊！为什么比西贝还牛啊？西贝当时受到了罗永浩的质疑，人家西贝做什么了？从明天开始就全国370家店同时开放，啊，就是这个罗永浩菜单同时开放，任何人啊都可以鼓励你这个，你先尝试这个菜单，你随便点都行啊。我们就是想让打明牌，把厨房透明了，把原料透明了，把工艺透明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否则的话，这个罗永浩发了微博不说，这个媒体刚劲的其实特别厉害。贾国龙老板当年气吞山河如虎啊，但你看这绿捷公司他怎么没说我们开放后厨，我们完全都没有虫子，欢迎上海市所有的家长自媒体都来我们拍？没有，人家只是说对你们表示歉意，对有关部门的调查表示接受。所以有人说极其傲慢，我就不知道这是傲慢还是说啊，这人被抓起来了之后啊，这个实际上他已经有慌了神儿，咱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绿捷这件事情啊，说明一点，就是上海市中小学生的供餐问题啊，确实比较大，家长们不满意，学生们不满意，饭菜质量可能的确存在问题。虽然这里头没到混进鼠头的程度，虽然没有导致学生大面积这腹泻啊住院的程度，但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问题到底在哪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啊？这上海市啊，学生啊，他供餐啊，实际上大概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历史啊。它怎么来的呢？因为上海市啊，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教育比较发达嘛，他们的中小学啊，一般来说中午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总体来讲就休息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呢，过去呢，你要吃饭的话，你要回到家里就很困难。在没有集中供餐之前呢，上海市的这些学生啊，吃饭主要采用这几种方式，有的呢就在学校附近搞小饭桌，就是旁边有一个家庭里头啊，做一个小饭桌，学生到来吃啊。有的学生就到街上随便吃一口，有的呢就点外卖。真正能够回到家里去吃饭的学生啊比较少，除非你家里的这个距离学校特别近，因为他中午整个休息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么从2014年、15年左右啊，上海市啊这个学校就开始实行封闭管理，就是中午不让学生出去了，就1个小时的时间，你出去吃饭时间太短了。所以从2015年开始啊，上海市的中小学就开始由学校统一给学生配餐。今天无意间看到上海市投诉那个绿捷餐饮有限公司，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绿色的盒饭，唤起了我沉睡的心灵。我上一张图片，这是我10年前 QQ 空间里面存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的意思就是班级门口的盒饭，你想吃多少份，你就可以拿多少份，因为没有人会吃那个东西。要不是因为人人网被封掉了，其实我还有更多的图片在那里存着，真的是那个菜很恶心。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绿色盒饭，打开来就是一股很浓的塑料味，你就不要说好吃和不好吃，你一闻你就不想吃那个东西。但是呢，学校又强制规定所有人必须要交这个饭费，不然的话老师要找你聊。这配餐呢，基本上这个上海市啊，学校是没有自己做的，因为你这学校过去也没有食堂嘛，你要再重新配一个学校的食堂，你涉及到场地、雇人、采购，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些供餐呢，就由上海市的教育局分片去集中招标，统一由外面的配餐公司给上海的中小学生进行配餐。这个呢，到现在啊，差不多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啊。在这些配餐公司里头呢，它就一般来说就实行 A、B 餐制度，就是让学生来选啊，你可以选 A 餐，也可以选 B 餐，有的喜欢吃辣的，有的不喜欢吃辣的啊。
那么在这个所有的配餐公司里头，这个绿捷公司啊，就是一枝独秀啊。那么上海市我们查了一下，它这个小学啊，一共呢大概有699所，中学呢差不多有900所，一共加起来啊，大概就是1500-1600所啊。但是这个绿捷公司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给上海市啊大概600家中小学啊来供餐。那你想想，它是一枝独秀啊，每天供餐的数量啊大概是60万份，应该说在上海市啊，虽然没到垄断的地步，绝对是遥遥领先。但是上海市的家长，也包括这次的媒体，就发现这绿捷公司啊，实际上问题很大。首先，一方面，你想想，家长对这个绿捷公司这抱怨呢，做的又差，对不对？但是他频繁的中标，就是今年8月份这1个月啊，人家绿捷公司啊，还同时中标了23家上海市中小学的供餐。就一方面家长不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上海市的餐饮学生供餐的餐饮市场中间攻城略地。紧接着就媒体有发现了啊，说是绿捷公司啊有很多情况不太正常。你就比如说啊，他在招投标的过程中间，他自己设了一家子公司，这子公司设计了很多家跟他一起去应标，那这个实际上就典型的属于围标了嘛，对不对？这些子公司后来他注册几年之后呢，他就把它又给注销了。我估计可能就是为了围标过程中间使用的啊。然后过几年必须换一家公司，要频繁的设置一些公司，给人感觉一起去招标嘛，这是一点不正常。另外呢，就有人发现了这家公司啊，它呢是成立于1998年，它的老板呢叫张国华。这张国华原先是在供销社下面呢，他成立了一家快餐公司啊，从2014年开始涉足到上海市的学生供餐体系里面。那么有人就发现了，这张国华还有一个妹妹叫张美华，这张美华投资了一家公司叫品策。这品策这家公司中间啊，实际上绿捷公司也有股份啊。这品策公司是做什么的呢？是专门检测食品是不是合格的，那就不太正常了，对不对？你想想啊，他哥搞的这家企业啊，是给上海市的中小学生供餐；妹妹搞的这家企业呢，是专门鉴定这个企业供餐的中间是不是合格。而且还有人发现了，这2家企业啊，就隔了一条马路，共用邮箱、共用电话，都是用一家的。那你说，这他其实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嘛，那好得了了。你家长再喊说这个食品不合格，对不对？那人家照样就说这个是合格的，因为妹妹的嘛，妹妹的企业能说哥哥的企业不合格吗？而电话都是一个，你打到品策公司去举报了，人家相当于你直接打到这个绿捷公司那里面去了啊，这也是不太正常的啊。这是大家发现这个绿捷公司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疑点啊，就这几天媒体啊揭露出来的。但是这里头啊还有一点啊，就大家发现啊，就是这个绿捷公司啊，在采购学生食源的时候啊，要采购一些过期食品。我看着他自己公布的信息里头啊，他采购的说有个蛋饺，这蛋饺啊是去年12月份生产的，生产完了之后他写的那个保质期就是7天，结果他们什么时候买的呢？他们今年3月份买的。那你想想，都过了3个多月了。那明明保质期7天的，他过了3个多月的时候，他采购过来给学生吃，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绿捷公司啊所存在的问题啊，确确实实是比较多的啊。以上这些呢，都是最近几天啊，就是媒体啊在挖这个绿捷公司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啊。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啊都是属于一些现象。那么真实落实到餐桌上，这中小学生的饭菜不好吃啊，难吃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媒体中间另外的一条调查线索啊，揭示了这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么媒体这几天就深挖这些绿捷公司啊，就发现啊，这张国华在2017年到2019年，实际上把他这家绿捷公司啊股份已经给卖掉了，卖给了一家叫后生投资的这家公司。这家后生投资公司啊，成立于2011年，他的大股东啊是新希望集团刘永浩啊，他们3兄弟啊。这新希望集团大家都知道，专门做猪饲料的，养猪的嘛，对不对？那么你看，养猪的企业现在收购了绿捷公司啊。收购这家绿捷公司啊，一共分为3步。2017年的时候，先是收购了这张国华60%的股份，后来呢又收购了10%，到2019年呢时候收购了剩余的30%的股份。那么大家就通过挖掘，就是这个收购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些猫腻。什么猫腻呢？就是说啊，这个后生投资啊，后来他想在香港上市，在香港上市没成功之后，又想上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过程中间，它披露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什么关键信息呢？就是绿捷公司啊，它的财务报表。这财务报表就显示啊，2017年的时候，这绿捷公司啊，它的这个校园供餐这部分呢，它的营业额呢是8400万美元，但它毛利率啊是24%，纯利润呢是15%。那么也就是说，2017年啊，这一年绿捷公司它的纯利润呢就是1330万美元，那这挺高啊，对吧？1330万美元。更重要的一点啊，2019年的时候，这绿捷公司最后的30%的股份不是要卖给这个后生投资吗？那当时啊，他们双方就约定了一个对赌协议，也就是说，剩余的30%的股份啊，这张国华如果要是卖给这个后生投资的话，必须要达到对赌协议里头那一年的财务指标才能收购。那么我们按照一般的资本市场的原则啊，那2019年的利润额或者是利润率一定要高于2017年才有对赌价值，对不对？如果你要低于2017年，那还有什么对赌价值呢？2017年的利润率，纯利润啊，就是15%了。既然拿到对赌这个程度了，我想也不太可能提高到17%、16.5%吧，所以应该是比2017年有大幅提升，才符合啊我们一般资本市场上这样的规律啊。那么最终实际上是达到了，所以啊，2019年的时候，这张国华的30%的股份就被这个后生投资给收购了。那么一个学生餐15块钱到18块钱。你纯利润都在15%到20%，毛利润在24%，那是什么概念啊？你想一想，假如说是15块钱啊，我们算了一下，那么它的成本大概就是11块多钱，这中间还有配送费呢，还有人工费呢。那么它用于食材这部分呢，充其量也就是15块钱的1/2，甚至可能都不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啊。就是绿捷公司跟上海市教育局签署的合同，跟那学校签署的合同。这签署的合同里就规定啊，他给学生供餐的这个纯利润呢不超过5%，如果超过5%的部分呢他会把这个钱呢补贴到学生餐里面去。那这里头真相就大白了，也就是说，绿捷公司跟学校签署的这个合同里头明明规定，这给学生的供餐里头纯利润只有5%。但是呢，实际上它真实的纯利润是多少呢？至少是15%，甚至有可能超过15%到20%，具体到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才是实际上这绿捷公司给上海市学生供餐，学生们吃臭虾仁里面有虫子的最核心的原因。说白了，就是这个供餐企业在学生嘴中间抠的钱太多了，在学生这个餐饮中间投入的成本太少了。我女儿刚好因为吃了绿捷的菜，然后呕吐了，发生了呕吐的情况。菜非常的咸，然后那个萝卜汤闻起来就很怪、很臭的味道，她一闻就吐。后来昨天就吐得很厉害，结果她下午就没上课。有家长发在那个群里，就质问老师说，为什么这个蛋糕上面就是标表这么高？那个行业主管部门是在市场局，如果他需要的话，应该是会联合我们卫健委一起检查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看网上很多人在讨论怎么解决学生供餐的问题有些家长就呼吁说，学校为什么不自建食堂？学校自建食堂有可能解决。我认为不一定，学校自建食堂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学校自建食堂的后厨也是包给餐饮集团的。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鸭脖和鼠头的事情，当时他那个后厨就是由外面的餐饮集团来承包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学校如果真的自己去搞，它可能没有采购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效应，成本有的时候会更高。更重要的一点，学校如果自己搞食堂的话真做的不好吃，学生你可能更难维权。为什么？因为你面对学校，你是一个完全的弱势群体你敢随便投诉学校吗？那当时那个鼠头鸭脖的时候，那学生投诉学校，差点没让学校给收拾了，对不对？所以当学生跟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学生有的时候是敢怒不敢言。你看现在学生的家长们遇到了这个餐饮问题的时候，就在网上开始炸了窝，去开始号召西贝来承包。如果就是他自己的学校搞的食堂，他还敢这么搞吗？真就不一定敢，因为你投鼠忌器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现在就提出来了，说要让家长陪餐，让老师陪餐。现在这个学生供餐里头啊，分为教供餐和学生餐，我觉得确实不合理。你比如说日本的这些学生餐啊，我去参观过啊，学生餐里头规定校长和老师必须跟学生一起吃，而且校长先吃，校长先吃没有问题之后，老师跟学生在一起吃同样的饭。那么你现在如果把教供饭和学生的饭分开之后，那你配餐公司把这个老师的饭做得好吃一点，然后学生饭做得差一点，这个不就把学生的利益给牺牲了吗？但是要我说，陪餐制度啊，可能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市啊，他们现在这个学生餐的招标啊，都是由教育局主导的。其实学校在这里头啊，它所占有的那个发言份额也极其低，他们也没有什么决策权。话说回来了，就算是老师、学生的家长一起去陪餐，他们都不满意，可能仍然决定不了谁可以进入到这个学校里头给学生供餐。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向权力的所有者来负责。绿捷公司它向教育局负责，它不向学生的家长负责，也不向学校负责。所以你学校老师陪餐，你学生家长陪餐，能有多大作用啊？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西贝跟罗永浩闹起来了，你这些家长就是在小红书上你折腾，能折腾出什么来啊？所以啊，在我看来，陪餐也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根本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的合同里头规定了5%的纯利润，但实际上绿捷公司挣了远远超于5%的这个钱。那这问题哪来的？那就说明一旦中标了，不管用什么方式中标了，你是围标啊，还是给这个教育局的领导是送美女啊、送金钱的方式来解决啊，中标之后就没人管了，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很多中小学都是配餐的，我看他们那个食谱是提前公布的，跟这个上海绿捷是一样的，但他同时还公布什么呢？他同时还公布他所有食材的采购的溯源方，告诉你这些食品都是从哪儿采购的，甚至采购的价格都告诉大家。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上海市的学生餐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公布了学生菜谱中间这一份菜谱15块钱，15块钱里头蛋白质是多少，碳水是多少，蔬菜是多少，我告诉你今天的芹菜就是从哪儿采购的，就是从西贝的后厨采购的，冷冻2年的。然后呢，虾仁呢是从南美采购的，冷冻2年的，对不对？你都给他说清楚啊！你把这些食材采购的溯源都说清楚，价格是多少你标清楚。有人跟我说了，他说王局你这个方法也不一定有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可以作假呀。但是你公布出价格来，让大家去监督，大家如果发现你这个价格作假，我罚死你这个企业，他还敢搞吗？还是不敢搞吗？对吧？我想问的是，政府的食堂有没有办成这样的效果的？没有嘛。我看前2天一个新闻，兰州市政府机关他们的那个食堂啊，搞这个厨艺大赛。那当时我看了那个视频，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为什么呢？那厨艺大赛搞得争奇斗艳呐，那做出来的东西那不亚于外面的餐馆啊。说句心里话，我多少年前我去兰州啊，我去采访，当时兰州市的市委书记请我在他们的食堂吃了顿饭。他说不好意思啊，王记者，现在8项规定啊，不能到外面请你吃饭了，我只能在我的食堂请你吃饭。那食堂请我吃饭，我当时觉得那比外面的餐馆吃的还好。大师傅在现场给我们拉这个兰州拉面，那牛肉面绝对是兰州市最好吃的。那我们想问，为什么政府的食堂你就能办好，为什么学生食堂就办不好呢？为什么王健林他自己的食堂能办好，为什么学生食堂就办不好呢？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谁来维护学生的核心利益。如果你真的来维护学生的核心利益，学生食堂不会办得不好。我看了一下，那邓飞不是搞了一个免费午餐吗？邓飞搞那免费午餐给那山区里的孩子，他的餐标才6块钱。当然了，大山里的那些孩子啊，6块钱的餐标啊，当然不能跟上海市相比啊。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看见那6块钱的餐标跟上海市的那绿捷供的那个餐，它相差也不太大呀。那么你究竟是怎么能够让这15块钱或者18块钱都吃在学生身上？我看教育部最近发了一个通知，说学校食堂里头禁止采购不合格食品。
我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可笑。不采购不合格的食品，这不是一个依法经营企业的最低标准吗？怎么还需要教育部在这个地方发一个文呢？市场监督局发一个文呢？对吧？所以你看，在中国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说实在的，教育部你发这么一个通告，发这么一个通知，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你必须建立一套机制。这套机制啊，还真就得通过一些市场竞争的方式来解决，真得通过一些内部的委员会的内部核查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建议啊，贾国龙贾老板，你这个现在西贝不是不好经营吗？你真的去竞聘一下上海市的这些中小学生的配餐。我觉得西贝啊，人家那个配餐水平啊，真的就比这个绿捷强。然后呢，上海市教育局可以聘请罗永浩过来当监督员呐。罗永浩时不时都到上海吃一顿学生餐，吃完之后，他如果说，这西贝没有改，还是全都是预制菜，那大家不就炸了吗？对不对？甚至像邓飞这种人，邓飞不是搞免费午餐的吗？你可以请他做监督员呐。人家邓飞6块钱能做到了餐标，我来检查上海市的18块钱的餐标里头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呀？你用这种方式把他所有的食材的采购方价格都公布之后，请专家去审核这东西里头有没有猫腻，我就不相信上海市的中小学生的餐标解决不了问题。话说啊，中国现在航母都能建起来了，那第6代隐形机都飞到天上去了，中小学生的午餐解决不了。我不相信，只要认真想解决，一定能解决好。就看我们这些当权者啊，想不想拿出来造航母的这种认真劲儿啊，来管我们学生的这个午餐问题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现在有人来问我啊，啥上海小人学堂里向的中饭难吃，对吧？搿只单位叫啥名字啊？实话实说啊，伊拉名字起了蛮好，一路绿灯，捷报不断。我帮搿只单位呢起了另外一只上海话释义，就是伊拉个名字用上海话给他解释一下，叫“乃么乱了搿几部脚了”。实际上，㑚问我哪能办？我假设过阿拉儿子学堂发生的事情呢，我会拿阿拉现在非常潮流的一个想法植入他的脑子里面，然后试试。来听16/8间接性断食法。比如讲啊，我拿阿拉儿子早饭断脱，中饭也断脱，12个钟头勿吃饭，夜到让伊吃。我也试过搿只方法，搿只方法对我来讲有眼用，就是我磨2天之后，我来磨的搿段辰光，脑子非常之清醒。阿拉儿子只脑子啊，混了勿得了。我拿伊归因为碳水犯困。去问伊拉学堂，为啥阿拉儿子一直讲下半日要困饱？伊讲㑚儿子早浪饭吃了太多了，菜吃了，人家侪到医院问人家要。搿是阿拉儿子问题啊！16/8间接断食法。如果搿只物事阿拉好做到，侬像小人文化老结棍，人家不是功夫有氧嘛，我们就空腹读书，对吧？效果翻倍。但是第二只我也想过了，啥人好拿伊拉打败？我希望社会上的娱乐圈的人好进来。我看到网上还叫啥呢？叫罗永浩过来，伊不来噻，他他妈去西贝吃饭，没有品味。我想到对吧？搿段辰光有个电视里向只节目叫《一帆风顺》，下一步没问题啊，80后首选。伊拉下一季搿只节目全新的主持就他妈专门做上海中小学生午餐。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啊，非常之结棍，伊拉来做小学生，就算饭勿好吃，伊拉也吃，阿拉就请他妈时代少年团来带。侬做团餐，啥人做得过时代少年团？那个时代少年团伊拉粉丝就是搿帮人。有辰光比如讲生气了，难吃我不吃了。如果每份盖头上头侪有时代少年团的照片，里向2个哥哥说你要吃哦，小朋友，